本公主的手链掉了，劳烦你这个接待使帮忙捡一捡吧。你们南城的地似乎不太干净了，本公主的靴子都沾了不少的尘土，劳烦你这个接待使臣帮我擦一擦。耶母公主，我南城官员就算品节不高，也不是你能折辱的。将本公主不要了。耶母公主，你有没有觉得，您跟这串手链有些像呢？你什么意思？看似光彩照人，实则身不由己。有价值的时候，就被别人当作礼物送出去；一旦失去价值，就被弃之如敝履。我忍不住在想，你说他有没有心啊？他如果有心的话，心里苦不苦啊？他当真就愿意讨好一个自己并不喜欢，甚至不了解的人吗？果然是一张巧嘴。耶母镜出使至今，半点便宜也没讨到，怎么会突然沉不住气，肆意挑衅南城官员，还一直在整理香炉？公主，我还有些急事，今日陪不了您了。你能来，我就很高兴了。去忙吧。我想让您更高兴。告辞。一言为定，如果本宫赢了，你就不许再求取黄金。好啊，早就想和大皇子殿下讨教一二了。殿下，您伤势未愈，可不能鲁莽。本宫就算豁出性命，也绝对不会让黄阶远嫁。大殿下，你腿上还有伤，让我来吧。可是你，区区小事，何须由殿下？下官可以代劳。好啊，反正谁来都一样。公主，是耶木王子要求与和谈官们比肩，一局定输赢。他放肆叫嚣我南城无男儿，唯有自己才是配得上公主的那人，所以沈大人应战。公主，我阿兄比你们南城的男儿厉害多了吧？沈主事，请吧。这人倒是有点胆量，可要想赢过我的阿兄，那简直是痴心妄想。让你偷偷去读书，我让你偷偷去读书，你就是个猎户的命，你读什么书啊？给我好好学射箭！
外力是为了你？三王子，承让。你我都是3剑3中，你只不过用了一些雕虫小技，哪里赢了本王啊？刚才你们也说是我们三王子让了你们，那顶多算是平局，是不是？对，平局是。你们这是耍赖！雕虫小技。回府。力气无言，既然公主没事吗？我没事。公主，本宫是南辰公主，若能以我一人换得边疆安宁，哪怕只有几年。让边关的战士有更多的时间养精蓄锐，也是值得的。沈大人，无需如此费心。公主此言差矣。本宫哪里说错了？下官从不以为牺牲一人便可以拯救一国，更何况以一女子换来的和平，何尝不是天下须眉男儿的耻辱？这就是公主的宿命。想得了天下奉养，就要回馈天下百姓。若要和平，便要牺牲公主，要我南辰朝廷何用？任何人都能为国牺牲，公主又如何？因为一样，也不一样。有何不一样？拂开眼底的那片青色，月光皎洁出来时路，梦似洪荒共度，若即若离若素，绕一生间不断错落的人间朝暮。与我不一样。尘世的烟花终究留不下漫天流沙，那惘然的一刹，想问你如何作答？谁又在命运的悬崖，把离别公主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哎，穆大人怎么此时还过来当值人？哦，还有些事情要做啊，那先告辞。真要找王爷吗？不行，为了公主的事，必须得找王爷。穆大人，啊，杵那儿干嘛呢？来找王爷？对，找王爷，有事要禀报。
下官参见定王殿下。倒是稀客呀。今日怎么有空来找我了？你不是一直躲着我吗？能怎么办呢？男色误人，天理难容啊！见了本王，发什么愣？下官哪里躲着王爷了？要真是躲着，现在也不可能来啊。好话歹话都被你说去了。说吧，找本王有什么事儿？王爷，下官听闻柔家公主要和亲之事，真是睡不着觉了。那找本王便睡得好觉了。那更睡不好。王爷，下官有事要禀报。下官发现北凉并非志住在握，而是着急要走。原来如此，那跟我们前些日子得到的情报都勾连上了。走吧。啊？去哪儿啊？既然知道了北凉有端倪，自然是去和叶幕景谈判。诸位，今日之事不是我们输不起，是他们南陈输不起。我们北凉必胜！北凉必胜！定王殿下，不请自来，扰人清静，这便是你们南陈的待客之道吗？怎么，平日里三王子这么热衷于看本王是否善饮善战，今日本王特意来请你喝一杯，你倒反而没兴致了。姐妹们，咱们走吧。哎，三王子，难道你不想问一问本王，今日何事来找你？没想到啊，你我也有如此对饮的一天。你中了渊罗花的毒，居然还能活下来。我南陈地大物博，神医数不胜数，区区渊罗花不算什么。本王一直没死，真是让三王子失望。本王怎么会失望呢？本王只是觉得有些意外。本王觉得你们南陈的将领都是有血性、宁死不辱的，但没想到你的亲信精锐早就死光了，你还能厚着脸皮苟活到今日。唉，当年与你对垒，看你英勇杀敌，奋不顾身，可如今却如此惜命啊，定王殿下。三王子，你有尝过人血的滋味吗？那你是问对人了，我当然尝过。我也是。
着腥味和生锈的味道。他是我的下属，也是我的老师。我记得我从军的第一天起，就是他带着我，教我。当时他割破了自己的手腕，掐住我的脸颊，把他的血硬灌进了我的嘴里。他的血凉了，又来了一个兄弟。他在战场上可以把他的后背给我。而在生死之际，他选择把命交给我。后来，我昏迷了，不记得还有多少人把他们的鲜血和生命都给了我。三王子，如果你身上背负了这么多条人命，你也舍不得死。你识破了我的布局，对我下了埋伏，一定是军中有人给你通风报信，而且此人地位不低。后来，我重伤昏迷，大军士气不振，你却没有趁此里外夹击，进行反攻，拿下一个大胜仗，然后以此作为谈判的条件，来为你们赢得更多的筹码。所以我想，那个给你们通风报信的人，并没有被你们所掌控，甚至很有可能，你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三王子，我来跟你谈个条件吧。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，而我承诺10年之内不进兵北凉。你这算是什么交易啊？难道你出兵，我会怕吗？那下官觉着，你们一定会怕的。我们的定王殿下，并未如你们所愿日薄西山，而我们的大皇子殿下，少年英气，素来仇视北凉。何况三王子，像是着急要回北凉啊。你什么意思？北凉的王帐之中是否发生了什么大的变故？要不然三王子为什么这么着急收拾行李呢？三王子远在定庭，王帐之中只有大王子和二王子还死，这对你来说可是个非常不好的局面。既然定王殿下如此大度，那本王与你做个交易又何妨？给我消息的人是薛孝堂。
他一直藏匿在北凉，直至今次和谈，他扮成哑奴跟在我身边。禀王殿下，本王这份大礼，你可满意呀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王爷，这叶幕景明显不是要真心合作，而是故意要搅乱我南城的内政啊！你也看出来了，此人狼子野心，并非和平之辈，我可不信他。他要回去和大王子、二王子争位，却又不可能任由南城稳定的发展，所以他抛出薛孝堂之事，无非是希望南城内乱渐起。可我如何能让他如愿？王爷能这般想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不过，好歹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。现在看来，这个薛孝堂才是拒马河之战罪魁祸首之一。他是镇国大将军，在我南陈的威望极高。那年，他同我一起出征北凉，北凉军队之所以能够出其不意伏击我们，一定是他威胁了袁成明，拿到了行军图，让我苍梧军一败涂地。王爷，乾坤朗朗，日月昭昭，所有尘封之事，只要你不放弃，一定会得到最终的答案。王爷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他背叛的是自己作为人的尊严，与你无关。今日之后，和谈定会成功，下官真心为你感到高兴。啊，那下官已经帮王爷完成事了，那下官先告辞了。你为什么又跑？最近总是躲着我。难道我是洪水猛兽吗？你不是洪水猛兽，你让我心绪不宁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王爷，只是下官最近需要平心静气，冷静冷静。王爷，我告辞了，告辞了。什么心绪不宁？他到底在躲什么？阿兄，你真的要回去吗？不回去，恐怕连争一争的机会都没有。可是我们这次和谈没有讨到半点好处。这把火我已经点上了，你要记住，适当的时机加把炭，要让这把火越烧越旺，一发不可收拾。阿兄说的是哑奴，真儿明白。真儿在南陈自是安逸，可千万不要忘了苦寒之地的族人啊！真儿不会忘的。不过，
要能让这把火烧起来，不管是什么炭，都不重要的，对吗？那是自然。叶幕景这个混蛋，终于带着他那些走狗滚回北凉了。你是我南辰的大皇子，在外面说话要注意点分寸。要不是顾及南辰的面子，我一定打他一个满地找牙。如今南辰和北凉缔结了盟约，休兵止戈，这以后边关的百姓总算能过上太平的日子了。是啊，还是定王殿下算无一策，竟能想到以北凉王病重之事为由，先手打乱了叶幕景的谈判。拉扯之下，叶幕景心浮气躁，想赶着回去，定然就要答应南辰提出的所有条件了。定王殿下在扰人心神之事上，倒的确十分厉害。哎，惊鸿，穆主事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见过定王殿下、大殿下。想挡住一尊大佛，只能请另一尊大佛了。啊，大殿下，您的腿伤怎么样了？哦，好多了，多谢关心。穆主事的医术真是高明啊！你为什么躲我？下官，没有躲啊。对啊，皇叔，他没有躲。